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做对比，所以呢，你就觉得老师做了这个方法好简单。是的，当你第一次遇到这种题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这个能够这么简洁的就把它解决出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下一个题，读一下题。已知这个椭圆过这样一个点，做了与 y 轴不垂直的直线，也就是它的斜率是存在的。不与 y 轴垂直的直线，也就是它的斜率是不等于0的。那么这条直线交椭圆于 M、N 两个点 ，A 是它的左顶点，然后让我们证明它是垂直的。好。很显然 x 方下边的数大，这就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。我们迅速的建立直角坐标系，一定要把图快速的勾勒出来。因为解析几何，它的关键是几何，几何是必须要有图形的，看起来特别直观。那么 a 方是等于4的，他说 A 是椭圆的左顶点，所以点 A 的坐标自然就是-2逗0。过点负的6/5逗0负的6/5逗0在哪里呢？它是负的1点多，显然它是在椭圆内的。比如说这个点，它就是负的6/5逗0。我经过这个点做不与 y 轴垂直也就是经过这样的 x 轴上的点不与 y 轴垂直，它就是不与 x 轴重合。那么它做了一条直线和椭圆交于 M、N 两个点，我们就可以随便的画一条直线怎么画都行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就这样画一条直线，它与椭圆交于 M、N 两个点。接下来 MA 是这一条线段。NA 是这样一条线段，让我们证明它是互相垂直的。那这里边呢，我应该先考虑一下特殊的情况。我在右边给大家再画一下，这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这是点 A， -2逗0这个是负的6/5逗0。他说不垂直于 y 轴，但是如果它垂直于 x 轴呢？斜率不存在呢？题中没有说它不允许垂直于 x 轴，所以特殊的情况我们要考虑。这是点 M， 这是点 N， 连接 AM， 连接 AN， 我们证明它是垂直的。那这个时候它就特别好证，为啥？因为点 M 和点 N 它的横坐标我们都知道了，都是负的6/5，它们俩的纵坐标还是一对互为相反数，所以我可以设它的纵坐标是y0，把它方程还是已知的，x 方比4加上 y 方是等于1的。你把横坐标带到椭圆的方程当中，我们就会求出它的纵坐标。纵坐标求完，点 M 的坐标确定。AM 向量的坐标就可以表达因为坐标都是确定的，它的坐标确定，点 N 的坐标横坐标一样，纵坐标是它的相反数 ，N 的坐标也确定，所以 AN 向量的坐标也能够表达。让我证明它们俩是垂直的，我只需要说明 AM 向量乘以 AN 向量等于零实数就可以了。因为都是具体的实数，所以我们很快的就会得到结论。也就是呢，当你做题的时候，题中表述的你都做到了，那么它没有说的特殊的情况，你要单独考虑。好，这个具体的数呢，因为它太容易求了，我就不给大家做了。我关键说一说，它斜率存在这种是斜率不存在，这种的是斜率存在，斜率还不等于0没有落在 x 轴上，所以我们主要说一说第二种情况。那么第二种情况，我怎么来证明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呢？
想用向量的表达，因为用向量的表达是比较好的方式，所以呢，我就设点 M 的坐标是 x1y1，点 N 的坐标是 x2y2。我依然要表达 AM 向量重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1减负2 x1加2，y1减0就是y1。AN 向量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2减负2 x2加2，y2减0。我现在呢要给两个向量相乘，期待它们的极是0。两个向量相乘是横坐标乘以横坐标 x1加2乘以x2加2，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是 y1乘以 y2。那么现在它到底是不是0？我接下来要干嘛？记住这句话以前也给大家反复强调过，只要提到直线和圆锥曲线相交，一定要联立消圆，得到 x 或者 y 的二次方程，然后呢为答。那么现在这条直线的方程我并不知道，我要设这条直线的方程，这里边技巧就出现了因为时间比较紧，所以呢我就不两个方法进行对比，你下课以后可以自己尝试着用另一个方法做一下，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这个巧妙的方法是什么，也就是通常斜率存在，我们就直接点斜式了，这是常规的做法。比如说它的斜率是 k， 我们就 y 减0等于 k 倍的 x 减去负的6/5 x 加上6/5，然后呢用点斜式表达完，再和椭圆进行联立。但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计算量相对就大一点，相对谁来说它大了呢？我下边的这种设法大家一定要掌握，这个就是这节课你要掌握的第一个重点内容。我经过的这个点，它是 x 轴上的一个点，负的6/5都0。凡是经过 x 轴上的点当我设直线的时候，我如果不想考虑它的斜率是不是存在，没有单独考虑它斜率不存在的情况，我用一个式子把两种情况合二为一，那么我就可以这样来设。怎么设呢？设成 x 等于某某倍的随便t 倍的 y。接下来的这个是谁呢？你看，你不是经过负的6/5了吗？那你就加上负的6/5，也就是减去6/5。我要把直线的方程设成这样的形式，我就不用再单独考虑它特殊的情况斜率不存在的。那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如果把它变成斜截式，它是 ty 等于 x 加上6/5，y 呢它是等于 t1倍的 x 加上6/5。t 如果等于0，它在分母上它等于0，它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呢，当 t 等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斜率是不存在的。因为我设这个直线方程的时候，我这个 t 是属于 r 的，它可以取0。当它取0，斜率不存在。你看斜率不存在的情况就含在这里。那如果 t 要不等于0，那它斜率就存在，斜率恰好就等于 t1。所以我这种设法呢，就是把两种情况合到一块儿，你就不用再单独讨论了。这样的话会节省点时间。什么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设一定是这条直线经过了 x 轴上的一个点，比如说
经过了 A 逗0这样一个点，你要是做直线的话，方程你就可以设成 x 等于 ty 加 a 的样子。这个呢，这是一个模型，大家要把它记住。对于这道题来说，它是加上负的6/5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验证一下，它是不是代表了所有经过这个点的直线呢？我把 x 等于负的6/5带进来，把 y 等于0带进来，左边右边坐标两个坐标的x y 的值带进来之后，恰好满足这个方程，所以它的确代表了所有经过负的6/5逗0的直线。当然它不包括这一条不包括 x y 等于0的 x 轴，但是题中已经说了，他说不与 y 轴垂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设完直线方程以后，当然要和椭圆联立。x 等于 ty 减去6/5，椭圆呢是 x 方加上4y 方等于4。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谁方便呢？消 x 方便，消 x 得。我们在草纸上进行我要把这道题完整的给大家做完。ty 减去6/5的平方加上4y 方是等于4的。t 方 y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，5/12t 倍的 y 加上25/36加上4y 的平方等于4。y 方呢相整理到一块儿，得到的是 t 方加4倍的 y 方减去5/12倍的 ty。把4移过来，25/36减4就是减去25/100，所以它应该是减去25/100减36，64等于0，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要找y 伟答，要找 y1 加 y2， 它等于负的 a/b， 符号就约了 a/5倍的 t 方加4/12 12t， 不要把 t 忘了，这是 y1 加 y2 5倍的 t 方加4/12t。y1 乘以 y2 等于a/c， 它是 a/c 那是负的，这个符号要留着25倍的 t 方加4/64，这是 y1 乘以 y2 等于负的25倍的 t 方加4/64。我这个 y1 乘以 y2， 我就可以把它带进来。那么这里边还有 x1、x2 怎么办呢？我要把它展开，分配率 x1 乘以 x2 加上2倍的 x1、2倍的 x2 加上2倍的 x1 加上 x2 再加4，y1 加 y2 我把它带进来可以，它是负的减去25倍的t 方加4/64。那么 x1 加 x2，x1 乘以 x2 我们没有怎么办？好，点 M 的坐标 x1、y1， 它在这条直线上，所以它的坐标满足直线的方程。于是我们就知道 x1 它是等于 t 倍的 y1 减去6/5。同样道理，点 N 的坐标也是满足直线的方程 ，x2 它是 t 倍的 y2 减去6/5，所以我要求 x1 加上 x2， 两个式子一相加 t 倍的 y1 加 y2， 然后减去6/5再减6/5减去12，那么t 不动，我把刚才求得的 y1 加 y2 带到这里来，5倍的
t 方加4分之12t， 然后再减12，t 乘到分子上变成12t 方，然后我们再通个分，5倍的 t 方加4，12t 方减去12倍的，原来它只是5，它乘了一个 t 方加4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？5倍的 t 方加4，12t 方减12t 方，这就没有了，它剩的就是-4。你看 x1 加 x2 我也找到了。那么 x1 乘以 x2 用同样的办法 ，x1 乘以 x2， 它其实就是 t 倍的 y1 减去6/6乘以 t 倍的 y2 减去6/6，然后变成 t 方倍的 y1 乘以 y2 减去6/6倍的。减去6/6倍的 ty1 减去6/6倍的 ty2 减去6/t 倍的 y1 加 y2 加上25/36，把我们刚才求得的 y1 加 y2 带到这儿，求得的 y1 乘以 y2 有个负号啊，负的这一项带到这儿。经过整理之后，我们就会求出 x1 乘以 x2， 求出它的值。把它们一整理，能够约掉的就都约掉了，所以最后它一定是等于0的。那么两个向量相乘等于0，两个向量一定是垂直的啊，我们就得到要证的结论了。好，这道题呢，通过这道题，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因为圆锥曲线这个地方复杂的题特别多，题型特别多，所以经常要用到这种设法。只要是经过 x 轴上的点，我们就这样设，特别运算量减小，变得简单。好了，这道题呢，我就给大家说这么多，具体的数大家自己一算就行了。接下来我要做下一个题，下一个题呢又体现了一个技巧。刚才的那个题呢，它的技巧是经过 x 轴上的点，我如何设方程？第一个题的技巧呢，它就是转化成向量，只要提到垂直，我们就转化成向量。转化成向量，用向量之极等于零实数表达垂直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道题。